他是动物城的野兽之星。每当有食杀案件发生时，老马总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将犯罪的食肉动物抓获，而且他还会将抓捕到的食肉动物都变成他种植胡萝卜的养料。可实力如此强悍的老马，却差点栽在了一个食草动物的手里，而且他死亡的消息还登上了报纸，被当成喜讯传遍了黑市的大街小巷。因为没了老马，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卖肉了。可雷格西得知消息后却根本不信，原来就在最近，老马调查到了一起象牙走私案和狮子组有关，并且根据得到的情报所知，狮子组在大厦有一间密室，所以那间屋子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杀害大象的位置，而且在大厦的最顶层，就是当初梅隆为食草动物做心理咨询的房间。显然那个巨大的壁炉很有可能就是通往密室的大门。为了收集对方的犯罪证据，于是老马当晚就偷偷潜入了狮子组的大本营。事实也验证了老马的猜想，在密室的最底层有着大量食草动物的骸骨。就在这时，楼上突然传来梅隆与大象的交谈声，于是老马便偷偷地躲在壁炉后观察。可令他疑惑的是，房间里并没有大象的身影，但两人的交谈声却又是真真切切的。就当老马爬上来想要一探究竟时，一个正在播放的录音设备突然丢在了他的面前。等到老马反应过来，以为时已晚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梅隆提前算计好的。虽然老马的战斗力爆表，但此时身处于半空的他根本无法行动。俺の名前はメロン。覚えといてくれよ。せっかくお知り合いになれたのに、パーティーに呼べなくて残念だ。很快，老马死亡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黑市，所有商贩都大搞促销庆祝此事。唯有雷格西在得知老马死亡的消息后不愿相信，而事实也正如他所想，从5楼掉下去的老马只是摔断了一条腿，可他却不明白梅隆为何要放出自己已经死亡的假消息。唯一解释通的就是梅隆想要让黑市变得更加繁荣，这明显是对老马发出赤裸裸的挑衅。メロン、必ず捕まえて、可愛い人参たちの肥料にしてやるからな。于是老马当晚便再次来到黑市调查，可即便他已经坐着轮椅，但散发出的强大气场还是将乌龟吓得冷汗直流。而老马也没有过多废话，直接向店家询问象牙原材料的来源。それは企業秘密。僕はせっかちなんだ。やめて。さっさと答えた方がいい。为了保命，老鼠也只好说出是梅隆送来的。得到了想要的回答，老马也没有为难店家。回到基地后，老马正在思考对付梅隆的办法。对方做事心狠手辣，并且还是个长着獠牙的混血生物，对付这样的家伙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。于是老马首先想到的就是雷格西。当看到老马没死，雷格西很是开心。只是老马一见面就向他抛出了一个难题，他问雷格西哈密瓜是水果还是蔬菜。雷格西回答是水果，可老马却表示水果是长在树上的。雷格西想了想，又回答道是蔬菜，可老马又质问他会把蔬菜当作甜点一样吃吗？眼看雷格西回答不上来，老马也说出了这次叫他来的目的。他表示梅隆就像哈密瓜一样，既不属于食草动物，也不属于食肉动物。梅隆不喜欢吃肉，但却享受杀戮所带来的快感，这远比于以往的食杀犯更难对付。所以老马想要让同样身为混血儿的雷格西帮助自己。当然，作为回报，他会用自己的身份帮雷格西抹去所有前科，让他能和小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。桌子腿明明是平的，可弹珠竟齐刷刷的朝同一方向滚动。店长见状，瞬间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他猛地反应过来，既然地面是平的，那只能说明整栋大楼都歪了。原来赌场为了防止弹珠滚进7亿中奖洞，早就将机器设计成向前倾斜。可开司为了拿下7个亿，竟做了个掀开牛顿棺材板的决定，让整栋大楼向后倾斜，从而抵消掉机器的倾斜角度。可没有工程队和重型器械，让大楼倾斜几乎是天方夜谭。而开司也为此特意咨询了工程师，并从对方口中得知一个致命信息：原来这片区域本就属于他限定，并且大楼附近已经出现了地面坍塌的迹象。顿时开司灵光一现，一个计划在他的脑海中迅速成型，只需要在大楼一边的角落堆放20吨的重物，就能借助塌陷让整座大楼慢慢倾斜。而这么多的重物要做到不打草惊蛇，自来水就成了最佳选择。在开司核实后，发现大楼内有好几间都是空房，只需要将10个2吨容量的塑料水桶花3小时全部灌满，这样就能避开赌场每周3次的地面水平检测。此时的店长彻底慌了，他已经将3种倾斜度调到了最大限度，但仍然无法改变弹珠的轨迹。如果圆盘是朝前倾斜，弹珠会因为失去重心从而沿外侧滑动才对，可眼前的轨迹完全不符。眼看弹珠即将滑入中奖口，店长的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既然开司用大楼倾斜抵消了圆盘角度，那自己可以顺着开司的方向调整圆盘角度啊。开司绝对不可能做到临时改变大楼倾斜方向，这样一来机器就能重新恢复到失衡状态，而弹珠进入1、2、2层的圆盘难度也会骤然增大。可当店长按下控制器时，却被手下急忙制止，因为机器一旦向后倾斜，那第3层圆盘的中奖概率将会大幅提高，万一有弹珠掉进第3层，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。可这点店
店长早就想到了，第3层的防御机制可没那么简单，况且店长还有个致命杀手锏没用呢。随即他立刻吩咐手下去取，同时场内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，又有2颗弹珠一起滚进了3层圆盘，现场顿时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欢呼。此时店长已经彻底慌了，心中不断祈祷千万别滚进中奖口啊！可能是店长的祈祷奏效了，最终2颗弹珠还是擦着中奖口滑了过去，很快整整1000万就这么输光了。可开司随手又掏出1000万，尽管机器倾斜让弹珠进入第3层变得极其困难，但这也并非毫无可能。可短短几分钟，刚充值的1000万弹珠卡就只剩下了200颗弹珠。一向淡定的开司终于慌了神，他甚至开始祈求运气降临。可几十颗弹珠投下去，仍然没有1颗能闯进第3层。开司咬牙暗骂，赌场的机关已经全被自己破解，到头来却要输在天意上了。正当开司苦恼之际，他突然看见那机器上最后一丝希望，那正是沼泽的致命弱点。砸了5000万可算被开司找到，可刚充的1000万也消耗殆尽，开司这下是彻底没招了。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此时店长却一脸欠揍的走过来嘲讽，可开司却表示自己还有钱。他假装起身去厕所，实则去找墨镜大叔借高利贷。而5000万都已输光的开司显然也失去了信服力，毕竟墨镜大叔也只剩下1000万的跑路钱，说什么也不肯借给开司。但开司却提醒他，就算是带着1000万跑路，也很难逃出会长的魔爪。与其天天过得提心吊胆，倒不如相信开司一次。但开司要拿钱的话，就得追加一张1000万的欠条。在绝境之下，开司只能草草签字。不过总算是有了翻盘的机会。可店长的终极武器还没送到，所以他只能故意拖延时间，开始磨磨唧唧的清点钞票。店长心里清楚的很，等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到，开司的这1000万必输无疑。就在这时，手下带着终极武器来了，店长瞬间变脸，随即让开司继续游戏。可开司仿佛没察觉到丝毫异样，重新回到机器前，将最后一张1000万的弹珠卡插了进去。这个少年一踏入教室，顿时一股强烈的威压便席卷了整个房间，同学们瞬间紧张了起来。而在少年的背后，竟还漂浮着一只恐怖的特级咒灵，众人迅速开启战斗状态。下一秒，一柄雷尖刀狠狠地插进了墙面。眼看情况越发的糟糕，五条悟刚想替犹太解释，却不料下一刻，一双大手竟从他的背后缓缓伸出，3人瞬间便被吓得向后退去。原来在犹太还小的时候，便和青梅竹马李湘定下了婚约。可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夺走了李湘的生命，犹太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可就在这时，2只大手从地面伸出，抓住了犹太的双脚。没想到李湘竟直接化作了特级咒灵，甚至口中还不断重复着要和犹太结婚的话。因此每当犹太受到欺负，李湘便会立刻出现，将对方残忍杀掉。而这样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咒术高专的注意，他们派出了战力天花板5条悟，准备将其秘密处死。但5条悟却并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看到了犹太身上的无限潜力，于是便把他带到了咒术高专学习。很快犹太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任务。5条悟将众人带到了一所被咒灵占据的学校，目前已有2名学生被诅咒掳走，他们的任务是拔除诅咒，救出2个学生，如果已经死了就把遗体回收。随着5条悟的一阵咒语念出，天空瞬间降下一道巨大的帷帐，将学校完全笼罩。这是一种能让学校与外界隔绝，又能让里面的咒灵显现的结界。犹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搞得不知所措，这时珍惜提醒他不要东张西望。很快2人面前就出现了3只低级咒灵，看着他们狰狞的模样，犹太顿时被吓尿了。可珍惜却显得十分淡定，察觉到人类的气息，咒灵竟直接撕开了自己的肚子，向着2人冲来。见此，珍惜一个华丽的转身便躲过了咒灵的攻击，因为他深知只有弱者才会成群结队，强者向来单独行动。不出意外，珍惜仅是一击便瞬间秒杀了3只低级咒灵。看到这一幕的犹太心里暗自庆幸这把稳了。接着2人便走进了教学楼，虽然周围有很多低级咒灵，可是让珍惜疑惑的是，这些咒灵并没有向他们发起进攻，而是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这不禁让珍惜开始好奇犹太的术士等级。随后他便一把抢走了犹太的学生证，结果一看直接吓了一跳，看似弱鸡的犹太竟和5条老师一样都是特级术士。就在珍惜感到疑惑时，2人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型咒灵。巨型咒灵的攻击直接震碎了整栋教学楼的玻璃，突如其来的攻击直接将2人击飞到了空中。珍惜还想反击，然而巨型咒灵的实力远在他之上，他的攻击完全不起作用。接着巨型咒灵便张开大嘴将2人吞进腹中，甚至还打了一个饱嗝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在咒灵的肚子里，2人竟然发现了之前在学校失踪的那2个孩子。但是2名小孩都已遭到了诅咒侵蚀，随时都有可能丧命。此时珍惜却突然晕倒在地，犹太这时才发现珍惜的大腿早已受伤，此刻正遭到诅咒的侵蚀。就在犹太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珍惜却一把抓住了犹太的衣领，并质问犹太：“你来咒术高专是干什么的？”犹太此时也说出了内心的想法，他想要和别人交朋友，想要被人需要，想要拥有活下去的自信。于是珍惜抓住犹太的衣领，大吼道：“呪いを払って払って払いまくれ！地震も谷もその後からついてくんだよ！手術構成そういう場所だ！”这番话彻底激发了犹太内心的斗志，终于勇气战胜了恐惧。他第一次主动戴上了戒指，召唤李湘。
人类最强尼特罗还是败了，被蚁王废掉一条大腿胳膊的他，此刻只能无力地跪在地上，满是褶皱的皮肤证明了他的生命已然走到尽头。他努力睁开那黑黢黢的眼眸，却看到了令他无比绝望的一幕。没想到自己拼尽全力打出的最强一击，竟然只是让蚁王受了一点皮外伤。就当蚁王准备将他彻底终结时，尼特罗却露出了一抹邪祟的笑容。即便已经失去了一只手，他依旧可以凭借意念祈祷召唤出反噬观音，这是他最后的杀手锏武器，也是至今从未有人见过的灵视。在蚁王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尼特罗的身后竟出现一个高达100米的金色佛像，下一秒佛像伸出慈爱的双手，将蚁王温柔地包裹在掌心之中。接着尼特罗将全身的气全部集中在佛像的口中，形成了一个如恒星般璀璨的光弹，而这便是尼特罗用尽毕生所学打出的最强一击，名为没有慈悲的咆哮。光弹从佛像的口中向着蚁王发射，恐怖的能量如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，眨眼间四周就被夷为平地。等到烟雾散去，蚁王竟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。反观尼特罗，由于透支太大，身体早已油尽灯枯。不过在蚁王看来，自己的胜利是必然的，因为他不仅仅是个蚂蚁，也是其所有物种基因于一体的究极生物。大自然所孕育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蚁王的养料，一个小小的人类又怎么能与他抗衡？但蚁王还是太不了解人类，更小看了尼特罗的决心。一股深沉到极致的不祥之力迅速蔓延，这股深不见底的恶意让蚁王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恐惧。お前さんは何にも分かっちゃいねえよ。人間の底すらない進化を。在蚁王震惊的目光中，尼特罗缓缓抬起干枯的手臂，直接狠狠地插进了自己的心脏。随着尼特罗会长的倒下，隐藏在他身体里的蔷薇炸弹也被彻底引爆。恐怖的建设力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，瞬间将四周夷为平地。原来在决斗前，尼特罗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他让医生在心脏的位置安装了有史以来最毒的蔷薇炸弹，一旦心脏停止跳动，炸弹便会被引爆。这也是他用生命为人类建起的最后一道屏障。随着蚁王消失在爆炸后的岩浆之中，同时感知到王消失的普夫和油皮也迅速脱离战场。可当他们赶到爆炸中心时，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两人彻底绝望。黑红的岩浆在大地上翻滚，爆裂到极致的高温拒绝了一切生灵的靠近。此刻普夫大概率猜到王已经死了，但油皮却根本不相信，他毫不犹豫地冲进岩浆寻找，这是铭刻在基因里的责任和忠诚。他强忍着高温带来的痛苦，迅速地朝着爆炸的最中心跑去，因为他感知到了那里还存有蚁王的一丝气息。可当油皮发现王的尸体时，他再也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咆哮。油皮小心翼翼地将蚁王抱出火海，曾经至高无上的王，如今却变成了一块黑黢黢的焦炭。就在两人正陷入无尽的悲痛当中时，尚存一丝气息的蚁王竟发出了微弱的声音。可擅长治疗的猫女并不在这里，理论上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蚁王死去，但普夫却想到了一个能够治疗蚁王的方法。蚁王的能力是吞噬万物，并将他们的力量化为己用，所以只要让蚁王吃掉自己，就很有可能重新复活。于是普夫立刻将自己所有分身全部分解，然后化作亿万个微小的细胞重新汇聚在一起，毫不犹豫地飞进了蚁王的口中。而就是这恐怖的生命能力，竟让蚁王的身体犹如久旱逢甘霖一般，疯狂吸收着外界带来的能量。每一条经络，甚至是每一个细胞，蚁王的生命力正在迅速地恢复，但还远远没达到血骨生肉的效果。油皮见状也赶紧贡献出自己的能量，这是他高浓缩的生命本源，仅仅是几滴，竟让蚁王的身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美妙的滋味，让蚁王感觉就像在蚁后腹中所食之物一样甘甜。能得到王的认可，让普夫和油皮感受到无上的荣誉。烟雾中风云涌动，而蚁王也再次恢复身体，重新复活。兔子和灰狼一起来到酒店，只见他熟练地打开中央空调，在仔细检查过周围没有摄像头后，小春直接坐到了床上。相比于他的轻车熟路，雷格西却表现得十分紧张，毕竟他可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。可老练的小春却直接把他死死拿捏。雷狗子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一时间让他的小心脏砰砰乱跳。而之所以兔子愿意这般温柔地对待雷格西，全都是因为刚刚自己被狮子族绑架，就在狮子老大即将把他一口吃掉时，雷格西突然破窗而入。要知道狼与狮子的战斗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，雷格西的行为无异于是在送死。经过一番搏斗下来，很快雷格西就被狮子按在地上摩擦。但为了能够救出心爱之人，雷格西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，他一改往日的懦弱，食肉动物最凶残的一面在此刻彻底爆发。只见雷格西猛地向狮子扑去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蛮力，就连狮子也有些措手不及。趁此时机，雷格西直接一口咬在了狮子的脖子上，伴随着一阵撕裂声传来，狮子老大也躺在地上没了动静。这一刻，小春竟对雷格西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。春ちゃん、もう大丈夫。俺と逃げてくれるかい。こんな灰色狼を君が飼いならして。
尽管小春内心十分恐惧，但他还是抓住了雷格西那沾满鲜血的手掌，而雷狗子也终于如愿抱得美人归。然而就在两人准备离开之际，这时楼上的狮子老大突然苏醒，原来刚才雷格西在撕咬时刻意避开了对方的要害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，所以这一次狮子老大准备给这个年轻人好好上一课。これ以上彼女に手出しはさせない。あんたは今から俺に命乞いしろ。今ここで見せるんだ。お前ら肉食獣が恐怖に震える姿を俺に見せろ。泣きじゃくれ。さあ許しを請え。危急时刻，路易学长及时出手干掉了狮子，但这也意味着他的人生将彻底改变。很快，狮子小弟们便闻声而来。本以为路易会害怕的让他们饶过自己，不料下一刻他竟然让狮子们吃掉他。因为失去名誉和尊严的路易已经不在乎任何东西。感謝してくれよ。与此同时，小春和雷格西也已经回到学校，但此时宿舍已经关门，所以他们只能在附近的酒店住下。不巧的是，房间只剩下最后一间，但小春却毫不在意，他依旧像往常一样熟练地打开空调，随后开始检查周围的一切。对于雷格西这样的纯情少郎，小春只是略施小计就将他轻松拿捏。然而就在他帮助雷格西脱掉衣服时，才发现雷格西为救自己早已满身伤痕，不知道是出于感恩还是感情。面对体型比自己大上数倍的灰狼，小春非但没有一丝恐惧，反而感到无比的安心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被重视的感觉。然而就在雷狗子以为终于能变成男狼时，不料下一刻小春竟然不自觉地要钻入他的嘴里，这是刻在兔子基因里本能的排斥。虽然雷格西对此很是失望，但他并不后悔自己冒死才救下小春的选择。彼女を助けられればよかったはずだ。この手が冷たくならなければそれで。虽然昨晚两人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但雷格西还是十分的满足，因为他终于得到了小春的认可。助けてくれて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。